房貸一族拼買房，政府砸50億補助老屋延壽，能夠拯救南部全台灣的老屋嗎？那個老屋延壽啊，老屋延壽，先說結論沒辦法，老屋延壽補助的件數太少了那能夠幫助的非常的有限。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停車位該堅持買B2 嗎？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老屋延壽能帶來春天嗎？這是我們來聊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全台老屋都更最少100年，560萬人屋雙老風暴大整建潮能帶來春天嗎？那內容是这樣都更問題你也知道，就是以台灣都更的速度一定是跟不完的啦。所以现在政府也同时在推一個什麼叫老屋延壽說明會，這也是很多那個觀眾朋友加賴來問我的老屋延壽那乾脆直接拍一集結果是怎麼樣？那個老屋延壽說明會場場爆滿表示民間是非常的熱烈的而且怎樣？你看我劃線的地方滿場黑壓壓人潮中盡是銀髮如霜，就都老人去聽不知道是有發米還是發雞蛋那而且有人去是怎麼樣？是直接帶了整棟屋主的委託書，說他都拿到授權了，要的話立刻今天就申請這個跟那個排隊有關，他就是準備好，人家聽完說明會回去慢慢瞧他已經準備好，他的案子可能就可以先做就這樣。那這個其實是一個時代的悲哀就是很多來聽老屋延壽方案的人都是怎麼樣？這些爺爺奶奶住在50-60年的老公寓，採光不好，外牆剝落，漏水壁癌怎樣又怎樣，然後地震的時候每次都害怕，要擔心的睡不着覺。你說，那你幹嘛不搬去電梯大樓？我跟你說他有能力，他早就搬了，他就是搬不走，你知道？然後也不知道這間房子還能撐多久。所以現在聽到政府要來補助老屋修繕，就來聽聽看，看政府到底能做到什麼程度這樣。而且你看，我們剛才講到說，有人是直接帶整棟住戶的授權書代表說怎樣？只要方案出來，他就直接要簽了不需要帶回去大家討論要喬怎樣又怎樣的。那也側面代表它的急迫性。再來你要知道老屋延壽的最新版本我們也來講一下現在老屋延壽政府提出來的最新版本長怎樣。你看我劃線的地方，30年以上屋齡4到6樓的公寓，公共空間每棟最高補助960萬，室內私人空間每戶最高補助30萬，經地方政府核准後得撥付最高 30% 補助款。這邊解釋一下針對公寓的部分有分2種，第一種是公共空間的修繕，這個部位可以補助到 65%補助額最多960萬。然後針對各戶自家的修繕則是補助3成，最多補助到30萬那如果你是透天的話又是另外的規則，你要自己去看，因為很複雜，它針對不同的透天又有不同的補助的級距。那你如果剛好有符合條件的話就可以去申請政府要幫你出錢修房子這是很好的事啊然後修好了以後你怎樣？你賣相就會變好，你要麼你自己繼續住在裡面要麼你這個賣相變好之後看你要賣還是怎麼樣，它沒有規範說你拿完政府的補助之後你是不能賣幾年，那沒有那老實說我個人認為這個方案有一點問題問題就是它沒有說清楚審核的標準。30年以上屋齡4到6樓的公寓在台灣應該有個100萬戶吧，對不對？那到底是誰可以申請那是先搶先贏嗎？還是說屋齡越高的房子越有機會申請？因為它屋齡再高下去40-50年有沒有50-60的公寓？有雙北都有，跟危樓只差一步，所以他要先弄嘛，對不对？就像我們前面講的老人很多都沒有工作能力了那你既不是全補貼又沒有配套的貸款措施，會不會最後又變成說真的迫切需要修繕的房子，結果那個老人屋主看看，哎呀，我沒錢呢就算了因為他可能連這些錢他都付不出来，所以感覺怪怪的。那最後你要知道，老屋延壽方案會影響房市嗎？先說結論不會，因為數量太小了，真的是太小了。你看我劃線的地方，內政部長劉世芳表示，已編列50億元特別預算，3年內協助600棟，哇嘞，協助600棟屋齡達30年以上4到6樓的集合住宅及6樓以下的透天住宅進行修繕。你看講成這樣轟轟烈烈的結果600棟的扣打還要3年3年才600棟，哇，這個怎麼處理？
這個老公寓哦，全台北盆地幾十萬個，然後600哦，這沒辦法。台北的房子哦，錢都太大了哦，600棟哦就要編列50億了。那你看看要把這個全台灣老公寓完成一遍需要多少？所以你就不要想說哇，現在政府那麼好，那我趕快去買一間廢墟公寓哦，來薅政府的這個羊毛。我告訴你，你薅不到哦，因為你能不能排到這600個名額，我們先不講。不要忘了，他只準備補助多少？65% 哦，剩下錢你還是要出哦。這不是說政府直接花錢，你都不用花錢哦。你要拿哦，你要拿到30%哦，快40%的錢哦。如果你要吃好吃滿吃這個補助的話，那他剛剛說是政府會補960萬上限嘛？你要吃好吃滿補助，不好意思，這全部要花1500萬來整理這個公寓。那你剩下的這個540萬的話，就是你全體住戶要出，就是這樣。剛才也講了嘛，現在很多老公寓住的都是銀髮族，他們連便當錢都要省了，連那個家裡的那個燈電費幾塊錢都要省了，你叫他拿好幾十萬出來整理房子，那我可憐。說之後會比較好賣，我未看先猜，還要跟你說我賣什麼，我就在那邊住到掛就好了啊！我還要賣什麼？我那麼老了，錢也花不動到時候我兩腿一蹬這個都跟我沒關係了，就會這樣。所以你不要去動這個老屋延壽的念頭當然你名下的房子如果有符合資格，另當別論，趕快去申請有申請就算賺到，然後你的煩惱就開始了，因為你自己也要出錢，而且出的錢這個都是大錢。講完了，我們整理一下，我們今天講了老屋延壽這個政策的現況跟影響，我也分享了目前政府針對老屋延壽的補助方案跟細節，包含公共空間、私人空間各自補助的額度，還有這個政策現實的局限性。資金不足啊，審核標準不明確啊，申請人自己的經濟能力問題啊，還不是他自己的問題，是全棟住戶的問題耶。那結論就是老屋延壽方案短期之內非常難以帶動整體房市改變，因為補助規模是有出來，但是太有限，3年600，這怎麼改這一塊石頭丟進大湖裡面。所以我是政府，我一定怎麼做？就是把那個危樓必定要就已經再不管他就要出事了，他就要攤方了，等那種危樓先弄了。那其他說這個我弄一弄，我賣相比較好，中永和的還在住人的，就先等等，一定是先去處理這些看起來是危樓的東西啊。真正能從中獲益的房子數量實在太少了。那這個政策更像是象徵性的急救措施，而不是真正能夠改變房地產上結構的長久之計。最後我想問你，你會跟一波政府的老屋延壽補助嗎？ A 會蚊子再小也是肉，B 不會，我的鄰居很機車，C 不會，我手上沒有老屋。對那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長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產要找誰？找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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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個 go， 免費的那每隔幾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潛力的房子被 po 出來。那跟我說好友已經加到超過7000人了，真誇張。那想置產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蕭店長的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讓蕭店來幫助你成為天龍人。跟我說已經超過2000人加入了，趕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買了雙北，你想要裝潢，你就找漢一室內裝修裝潢找誰不是找，就是怕被當盤子敲嘛。我就推薦漢一陳老闆，反正問不用錢。小老鼠漢一HANYI 漢一，你想要只做一間廁所的翻新，這都可以反正你先問，拍照傳過去，去丈量討論之後再說。漢一很有實力的，資訊欄裡都有連結。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設卻一個都沒有停。那你不趁現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設落成以後，你去搶貴的，你才高興是嗎？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我把高雄置產增值的寶藏都埋在那裡了如果你是蘋果手機你記得你要用網頁來加，你不要用那個內建的 App 來加，不然會被多收蘋果稅。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價的高雄市蛋黃區重大建設，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帶你去看會增值的房子是長什麼樣子。現在加入就能獲得幫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設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買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體力行的功課。現在就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馬上加，馬上開始抄作業。最後提醒你，不要炒房，
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買在重大建設旁邊，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錢。那我剛看 YouTube 的後台，有 74% 的觀眾朋友都在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啊，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那就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那10萬有什麼好處？這樣我就會比較爽。對，按了嗎？按了哦，好哦，感謝你的訂閱。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講故事講故事，這是聽來的故事那如果雷同，那就雷同。故事的主角叫小智，小智的爸媽前陣子過世了，那留一間台北市的舊公寓給他，屋齡40-50年然後他也跟我講說，以前有建商來找過，說要都更，還開好幾次住戶會議那最後就鬧得很不愉快，不了了之。而且從那之後就再也沒有建商來問了，所以小智也沒想太多，就覺得房子就擺着嘛，看以後怎麼處理再說吧。那最近不知道是哪個鄰居頭腦撞到，說要自辦都更說自己要找那個建商來蓋大樓。他本來還沒什麼在意，想說反正就嘴巴上講講嘛結果沒想到他們是認真的，鄰居一直拉他去開會討論他越聽越毛。之前的建商那麼有經驗都搞不定了。那之前建商說是遠雄的什麼什麼子公司，這個都搞不定了現在這些人這個建商他沒聽過，然後這些人又沒有真的辦理過自辦都更，萬一後面出了什麼問題錢卡在裡面還是怎麼樣，這要怎麼辦？問這種問題都答不出來。然後有一個鄰居就在賴上說，如果有哪位住戶不願意參加的話，可以跟他說，他怎樣，他會想辦法找人把你的房子吃下來，現金吃。他又猶豫了一下，這麼有信心嗎？那是不是要跟一下？不然以後都更成功他獲得巨大的利益嘛，那他現在就把房子賣掉，那不是虧大了？所以就跑來問我我怎麼知道？我怎麼會知道這個都更這個東西這麼的個案我不敢亂講，所以我就跟他說，你還是多上網看一些人家的分享再做決定好了，因為都更不是只有你遇到，都更這個東西真的很難說而且它的過程非常的崎嶇，非常的坎坷。後來呢，小智就沒有再賴我了我也不知道他有沒有去跟這把都更，還是他就把房子賣掉只是希望他順順利利就能獲得一個好結果這樣子是最好了。那關於都更都更這個事情講一下，就是都更要分雙北的都更跟其他縣市的都更是不一樣的都更現在你要買老公寓，你想要拼都更的話，你就雙北嘛，台北市、新北市那個公寓也不是你只要有買它都會都更，並不是要能拉建築線，就是說你想象嘛，你那個公寓要是真的發生都更了，然後扣起來，那大門要開在哪裡？那有規範了呢，那個停車場出來的地方到柏油路這樣要5公尺那你有沒有這個5公尺你要有辦法拉建築線不知道的話你問 AI， 我跟你說真的不是每一個公寓，任何一個公寓通通都可以都更，它跟那個前面的路有多寬這個有很大的關係。好，那雙北的公寓現在在跌價現在真的是在跌價。那跌價是在跌什麼？跌說沒有辦法都更那它就跌了。現在雙北老公寓還能持續往上漲的核心支撐就是那個都更但是都更我跟你說越來越困難了，房子一年一年在老。你看2025又跨到2026，全台灣好幾百萬戶屋齡量加1很恐怖就這樣子加，然後都更的進度還是很慢那雙北的老公寓現在只要沒有都更的可能 ，OK， 可以基本說就是賣不掉就沒辦法。所以老公寓的價格有在往下跌這是真的這個我有去問那個台北銷店那當然你是自用需求、自住需求，你要放孩子戶籍還是什麼，那你就上這個需求不一樣。總之就是雙北公寓現在它已經脫離了自住真實的需求全部都在拼都更。現在那個買方就在拼都更。你說隔套，不好意思，新北現在有點誇張新北现在是最嚴格，不知道為什麼那麼嚴格，可能就是就壓開很嚴格，翻桌子等級的嚴格隔套違建一定給你拆就很誇張。所以公寓的隔套流現在也沒有什麼好玩的。隔套流是這樣台北的隔套說什麼高投報上看 3.6% 拜託同一筆錢你拿來高雄自產現在都還可以輕輕鬆鬆做到8以上也是蛋黃區錢會流動嘛，你搭一個高鐵1個半小時，錢就從台北到台南了那所以現在公寓的投報沒什麼人在玩那即使要玩公寓投報的人，他真的是要那個投報嗎？不是，他就是要都更，就是邊收租邊等都更。
那都更它有時間限制，也不是說時間到不給你都更啊，而是說它這個時間限制之內你會拿到獎勵容積那現在就沒有，那個時間就越來越逼近，越到期。那現在看起來還遙遙無期的都更價值就減損。好，總之就是這樣，雙北的公寓有都更，那才會有價值。高雄呢？我當然也不是說零件公寓會被都更因為我也知道建商在民間陸陸續續在那邊收房子，也有收到公寓，這個我也知道。但是以高雄來說，沒有人要都更啊，真的沒有人要都更啊，搞什麼？高雄的都更如果要最多幾率最大會出現在哪裡？就是幹道透天，大陸的旁邊的透天店面買一排拆掉來蓋，有啊，那個俊都啊，不是在厚德福那個知名餐廳的對面就弄了嗎？好，是這樣，怎麼會拆到公寓去？所以這個不一樣啊。台北、雙北為什麼是公寓有機會都更？因為它透天已經弄完了，你知道，那個透天20-30年前陸陸續續都談好，都改建了。那高雄現在才要開始啊，所以高雄你要做都更，真的不是去看公寓真的就是先去看幹道透天。大陸旁邊的透天就很貴，都3-4千、4-5千的。那個幹道有多大那路有多大條？60米路60米路的透天，那一定貴的啊，幹道上的大透天啊。所以就是這樣，你在高雄你要靠買公寓，然後精準插針插到一間會都更的公寓，很困難啊，真的是很困難，除非特定的區特定的區，比方說衛武營、明迷村那邊一整片都是公寓還4樓蓋的，公寓有分嘛，5樓的5+6的，就上面有頂加的，然後4樓的是怎麼樣？它屋主更少土地持分更大，這個都更的幾率更高。衛武營、明迷村那邊一整片那屋齡都44呢今年屋齡都45年了呢所以你要精準插針插到那邊我看起來也只有那邊比較，我說市區啦也比較有機會來個有規模的都更，它也不是什麼拆幾棟然後就拉一個小案子，我看起來是這樣那個再不處理是怎麼樣？公寓要變成65年然後那邊變成一個危樓區所以這個到時候民間建商不都更那個高雄市政府被逼着也要去把那邊處理。我再說一次在高雄我真的不敢做都更，我真的不敢然後如果你在高雄你要做可以請你一定要找輕軌或捷運這個直線距離400公尺以內這都吃得到獎勵容積。反正我會員影片有拍，那你就去看看。都更真的是就會一夜暴富就對了。我上次辦那個會員活動還有來永和的都更哥，哇靠，他手上2間都排好都更了。2間呢都更，然後就說什麼弄好大概9000多，就有這種啊，人家是專業到爆然後我問他等多久，第一間等好像8年，一間等13年，這你能等嗎？對不對你能等嗎？人家是買好了，買準的，買那個能拉建築線的，然後慢慢等即使是這樣還要等13年，所以都更這種事情我會認為怎麼樣，命裡有就有命裡有就有，命裡沒有你要硬走都更這條路，不是買一個房子來等都更，你乾脆親身去參與都更的過程，看都更是多複雜的產業鏈所以這中間都是大錢在流動，你去做這個行業應該都會比你守着那個房子還要理想非常的多。13年呢叫我等都更，我說真的，如果我命裡有那我就來等我命裡沒有，你叫我現在去精準插針插到一個會都更的，我也不知道我也插不準我只能去問建商建2代，然後比較熟的，然後就說你們家未來可能哪邊要收啊，先跟我講啊，我先去買到時候我不會卡你們然後他也會覺得說好啊，那我們未來可能這邊要處理，那我先去買一個，大概都是這樣都只能這樣。來，你認識律師朋友嗎？沒有的話，你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認識的超強律師朋友介紹給你，聽好婚前財產分配、婚後財產分別、買賣房屋糾紛、買到漏水屋、買到凶宅、預售屋廣告騙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仲介隱瞞事實、擔心合約有陷阱、樓上漏水不修、遺產分配不公、贈與小孩房子、擔心房子被詐騙、借名登記不肯還、遇到裝潢蟑螂、驗屋驗到想告人、室內裝潢糾紛、法拍屋糾紛、車禍賠償糾紛、家人遇到詐騙、土地被霸佔、遺囑相關問題、對付2鄰居、對付2房東、對付2租客。剛念的有中一個你就加了馬上就問。賴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對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會越難處理。祝你順利。